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越狱健康频道。520那天啊，我跟一个好基友看了一部经典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影片结束之后，他搂着我的小蛮腰说：“电影是一部好电影，但世界上真的有通过挖地洞越狱的人吗？我不信，除非你亲我一口。”我听完之后有点小生气，原本想亲他的欲望瞬间熄灭了。我看着他的双眸，用严肃且震惊的口吻对他说：“你个傻瓜，难道你没听过马克·德弗里斯特吗？13次越狱，7次成功，越狱手法堪称教科书般的魔幻现实。肖申克的越狱在他面前不就是5毛钱的渣渣灰吗？你要是连这都不懂，我们就分了吧。”他听完后当场跪下，流下了猛男的泪水，对我说：“兰兰，不要这样，我不懂，你就嘴对嘴教我嘛。”当然，虽然我说的非常绝情，但其实我并不会这样做。毕竟像他这么乖的舔狗已经很难找了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把酒店房门锁死，关上窗帘，熄灭灯火，点起香薰，倒上红酒，抚摸着他的胸肌，跟他讲起了越狱之王德弗里斯特的故事。1960年8月18日，马克·德弗里斯特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农村。从小开始他就跟父亲过着真男人的生活。他的父亲是一名机械爱好者，曾在2战中央情报局工作过。跟大多数退役老兵一样，战争结束后患上了 PTSD， 整天幻想着苏联毛子要攻打美国，把他们干趴下。经过了战争的洗礼，他的警惕性特别高，要想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，就必须给自身叠 buff。所以在李斯特小时候，父亲就把自己的生存、防御和逃生技能都交给了他。其他同龄孩子正穿着开裆裤，含着棒棒糖，玩着东北篱笆，而他却在学习枪械使用、机械制造、游击战术、逃生策略等等。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。在6岁时，他就已经懂得如何拆解和组装小天才电话手表、收音机，甚至发动机。一切家用电器在他眼里就像穿了透视装一样，可以轻松拆卸和修复，并且经常在地下室设计各种实验，差点把自己的裤裆炸穿。在父亲的教导下，李斯特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才能，各项属性技能拉满拉爆，被人称之为天才儿童。只不过这其中缺乏了一样东西——社交能力。李斯特从小就表现出社恐和自闭的症状，并不擅长社交。这种表现在医学上也叫做学者综合症，指的是患者在某些领域的能力远超常人，专注力非常强，但其自身却存在自闭症或其他一些心理疾病。比如电影《语言的原型》金皮克这类人一般被称之为白痴天才。只不过李斯特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儿子的症状，而他的继母也并不喜欢他，对他不闻不问。即便这样，如果李斯特能得到正确引导的话，那他将来大概率会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。然而能上我节目的嘉宾大多数都是倒霉蛋不会那么顺利。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。1979年，19岁的李斯特结了婚，跟妻子组成了新家庭。这一年，他的父亲因为意外突然节哀顺变了。去世前，父亲在遗嘱中留了一份机械设备给他。看着自己跟父亲身后的父子情，不拿不是亲儿子，李斯特决定回家去领。然而，父亲的遗属还没有完成遗属认证，从法律上来说这属于盗窃。同时，继母并不欢迎这个儿子，他发现了之后恼羞成怒，选择了报警，要把儿子抓起来。真乃合格的继母当警察赶到时，他的心里慌了，被动技能触发，选择了你给罗带哟。但是没问多远，他就被抓起来了。警察搜证的时候，发现他身上携带了一把枪。虽然这把枪他从来没有拿出来过，也没有在警察面前挥舞过，而且本质上这就是一场家庭纠纷，而不是持枪威胁。但警察还是决定把他逮捕了，并判处4年有期徒刑。从此，李斯特的越狱生涯监狱生涯正式开始。被送进监狱之后，心理的疾病让他感觉非常难受。虽然刑期只有4年，4年之后他就可以重回自由了，但李斯特并不是这样想的。这监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充满漏洞的地方。如果我现在就有能力逃出这里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等4年呢？秉持着如此自信心爆炸的态度，他开始了自己的越狱计划。李斯特的首次越狱发生于1981年，当时他被送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医院进行临时观察。他趁着医务人员不注意，偷走了100多粒强烈致幻药物 LSD， 打算放到医院的咖啡壶里面迷倒他们，趁机溜走。计划确实生效了，医务人员喝了咖啡，出现了幻觉。可就在他打算溜走的时候，
而保安却被叫过来了。保安发现情况不对劲，立刻封锁了病房，导致他越狱失败。不过屁股都没坐热啊，他又开始了第2波越狱。这次是跟几名囚犯梦幻联动，翻越了监狱墙，找到了一辆汽车。没有钥匙没关系，李斯特开车从来不用钥匙。他通过接线的电影操作，把汽车启动了，开到了一个朋友家里。这次是真的越狱成功了。但没过多久他又被抓回来了。由于涉嫌偷窃汽车，他的刑期加重了。当然，如此粗暴的越狱方式对他来说太 low 了。作为天才，不露2手绝活，实在对不起自己的才华。不知道是否是自闭症的原因，李斯特的专注力和记忆力特别强。有一次，一名狱警站在了他的牢房附近，他看到了狱警腰间挂的那串钥匙，用自己精准的脑回路记住了它复杂的形状和大小。随后，他开始收集牙膏和金属，并通过记忆力自己雕刻。然后他就真的把狱警的钥匙复制出来了，完全一致，并通过它打开牢门逃跑了。人形自走，佩索戴斯了，属于是。还有一次，他故意打掉了自己的牙齿，趁机去医院看牙医，然后趁着不注意顺走了几条牙膏。但这次不是用来做钥匙，而是用牙膏管制作了一把假的拉链枪，借此来劫持守卫和车辆，然后又越狱成功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给自己设计过一款弹射器，并利用它越过了监狱的铁丝网围栏逃跑。根据记录，他一共越狱了13次，其中7次是成功的。越狱手法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，查重率为0，这使他成为了监狱中脱颖而出的囚犯。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他的：在广阔而冷漠的蓝天下，树林里的带电铁丝网、围栏、瞭望塔和无形的钢筋水泥牢笼中，在监狱殖民地的绝对顶峰坐落着一个人，马克·德弗里斯特。他就像漫画书里的超级恶棍。李斯特还有一个响叮当的称号——佛罗里达州的胡迪尼。胡迪尼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魔术师，十分擅长各种逃脱魔术。而李斯特就像他的现实化身，穿着紧身衣、脚镣和手铐，从牢房中解脱。除了越狱之外，他在监狱里还有400多项违规行为，打破了单人最高违规次数的记录。但是从来没有暴力行为，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如果把越狱排除在外，他可以算得上监狱里的3好学生了。可即便他这么多次越狱成功但他每次都会被抓回来。抓回来之后，监狱长会给他送上一份丰厚的刑罚套餐，把他牢房里的东西全部没收，没有衣服、床铺和灯光，赤身裸体，然后向他喷洒辣椒水和胡椒喷雾，在小黑屋里单独监禁11天。对于李斯特来说，越狱收1喜。而同样的，对于狱警来说，加刑也收1喜。不管他是否真的违规，狱警都可以给他搞一些虚假指控，导致他的刑期从原本的4年叠加到105年，需要等到2085年才能出狱。由于他老是越狱的行为在一次受审中，法院找来了6名精神病医生对他进行精神评估，其中有5位医生觉得他的精神异常，心理有问题，但有1位医生觉得他是装的。最后陪审团同意了最后1位医生的意见，决定让他继续坐牢。但这次有点不一样。为了表彰李斯特辉煌的越狱成绩，法院决定给他送一套大 house。1982年，他被送往了具有人间地狱之称的佛罗里达州际监狱。这是佛罗里达州唯一一所命名为监狱的监狱，其他的监狱都只配叫惩教机构。不说都知道里面关押的肯定都是一些重刑囚犯，杀人放火、抢劫、强奸，样样俱全，可谓是全员恶人呢。而唯独李斯特是这里仅有的非暴力囚犯。这就像你班里的都是一些小混混就你是3好学生，要想在这里待下去也就必须得找到靠山否则肯定会被欺负。但问题是，李斯特是一个自闭少年，他的心理疾病不允许他拉帮结派，结果他在这里遭到了其他囚犯的15次强暴。15次呀，兄弟，想想捡15次的肥皂是什么感觉？菊花都要流出菊花茶了，真的干不住。俗话说得好，与其被人轮奸，不如被一个人轮奸。为了自保，她选择嫁给了一名古巴重刑罪犯，这里的老大之一。她被要求得表现得像个淑女一样，化着烟熏妆，并挪用了朋克温迪夫人这个昵称。当然，她并没有异装癖的爱好，并不是女装大佬，这都是被逼的不像我群里的某些同学，有了老公的庇护之后，李斯特又开始了自己的传统艺人。不过这次并不是越狱这么简单，他要来大的了。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破解监狱系统的方法，把所有牢房的房门全部同时打开了，
是的，全部打开。要知道，这里是佛罗里达州最高级别的监狱，拥有最强的戒备等级和最难攻破的监禁系统。这就说明此刻他已经成为了越狱王的男人。但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至今也没有透露。李斯特的这一系列举动啊，就像骑在狱警们的头上拉粑粑一样，简直智商侮辱，降智打击。这显得他们很蠢，很无能。你一个囚犯竟然比我还聪明 ，Excuse me？ 所以理所当然的，他成为了狱警们最讨厌和最针对的目标。他在这里遭到了多次的虐待和羞辱，狱警们允许其他囚犯对他进行殴打和欺凌。他还被关在了一个特制的房间里单独囚禁。该房间位于电椅死刑房的上层，是该监狱为了最坏的犯人保留的。整个房间长2.4米，宽2.1米。只能容纳一张床，小巧精致，没窗没阳光蜗居者之首选了。然后狱警还不给他到院子里活动，给他的食物也是狗都不吃的垃圾混合物，吃起来就像纸板或粉笔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在这里被单独囚禁了17年。17年，你知道这17年我怎么过的吗？可能他是用自闭症过的吧。其他人或许早就自我毁灭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。这一年，监狱里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，9名狱警在牢房里把1名囚犯活活打死了。事件被曝光后，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抗议，很多人指责他们内部腐败、滥用职权。而恰好李斯特是事件的目击者之一，他向法院证实了狱警们的行为，而其他目击者没一个敢站出来逼逼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证人约等于死人，绝对会被杀。于是为了防止李斯特遭到陷害，法院把他转移到了加利福尼亚监狱。面对105年的刑期他也非常绝望，自己当初只是偷窃的罪名，而现在却演变成了终身监禁，玩毛线了。并且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，越狱也已经变得有力无心了。不对，有心无力了。对于自己下半生的自由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然而上帝还是给他留了一手。2001年，一位门星导演伦敦从报纸上看到了李斯特的故事。这世上竟有一个没有任何暴力罪名，却有着如此魔幻现实越狱经历的人，妙啊妙啊！他被李斯特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，于是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收集和整理李斯特的资料，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《李斯特的生活与思想》。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该纪录片上映后口碑瞬间爆炸，许多观众表达了自己的愤怒，认为美国监狱司法系统存在严重问题。不少人更是成为了李斯特的狂热粉丝，而知乎把他释放了。最终在舆论压力的影响下，审查委员会决定减少他70年的刑期。他最早将会在2019年被释放，跟爱人团聚。当然，这爱人不是他监狱里的老公，也不是他最初的妻子，而是另一个人邦尼。两人是在监狱里通过笔友计划认识的。邦尼比他大30岁。他们首次通信时，邦尼觉得他不像一个犯人，而像是一个能给予他爱意和温暖的人。这种反差感把他吸引住了。邦尼决定成为海贼王，不是越狱王的女人。兄弟们呀，这也告诉了我们，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。屏幕前的单身汪，请抹下眼泪，你也可以找到比自己大30岁的女友的。听我说谢谢你。1994年，他们在监狱外举行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。邦尼的弟弟代替李斯特进行了婚礼仪式。此后的邦尼一直跟委员会对线，请求丈夫的早日释放。而这一天终于等到了。但也没有完全等到。2019年，李斯特获得了假释，但在完全出狱之前，他需要在过渡之家生活一段时间。这是一个让假释者重新适应外界生活的地方。但在此待了4天后，他的尿液被检测出含有毒品成分，说明他在监狱里染上了毒瘾。委员会最终决定取消他的假释，这意味着他需要再次入狱。而此时他已经59岁了。他的妻子已经89岁了，妻子能不能等到他释放，或者什么时候被释放，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李斯特因越狱之王的名声被人所熟知，但他的人生本不该如此。佛罗里达州立监狱的前狱长曾经说过，在我这个时代，我遇到过很多才华横溢的人，但李斯特我只遇到过一个。他本可以成为学者、专家或教授，而不是一个越狱犯。在屡次被抓的情况下，李斯特为何如此钟情于越狱？心理学家觉得这是他的精神疾病导致的。自闭症人格不但剥夺了他的社交能力，同时也让他患上了偏执狂的特征。你越是把他困住，他就越想越狱。对于患有精神病的犯人，本应是不该关在监狱里的，而应该送去治疗。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李斯特身上，这也是支持者们力挺他的原因。
美国的监狱制度存在很大缺陷，监狱里还有许多需要治疗而不是监禁的人，他们跟李斯特一样是存在精神病的犯人，而不是暴力罪犯。可司法审查制度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区分，导致惩戒犯人的监狱变成了现代疯人院，精神病患者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纠正，而是遭到了伤害。这不是该有的样子。而李斯特的故事给群众们揭露了这一问题，或许可以告诉他们的米国爸爸应该怎么做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点赞关注，解锁更多绿色健康故事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